书义，爸都走了，你装什么孝女？我告诉你，我是冯家长子。你以为你能斗得过我？别忘了，那2000万的工厂、这栋老宅以及所有财产都是我的。你一个外人没资格跟我争。书义啊，你别怪妈偏心。你哥要结婚，你嫂子家里什么条件你也知道，咱家不能让人看扁了。2000万的工厂正好当彩礼了。你一个姑娘家，所以呢，爸尸骨未寒，你们就急着让我净身出户？赶紧走怎么了？你一个赔钱货，迟早要嫁人，留家里也是白吃白喝。怎么会让你净身出户呢？你爸临终前说了，那台旧缝纫机留给你，算是你的念想。你看，这不是留东西给你了？签了字，它就是你的。工厂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父亲的头七都没过，这群人就已经迫不及待露出了獠牙，甚至不惜拿死去的父亲来压我，可笑！赶紧签！给你台缝纫机算看得起你了。冯承宗，这些年要不是我撑着工厂，你这大少爷早喝西北风了，跟我指手画脚，你也配？反了你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抽你！不过这协议我可以签。真的？全是些破烂东西，这死丫头答应的这么痛快，别是想偷家里古董吧？妈，你可得看紧点儿。他敢！冯书义，我警告你，不管你有什么花样，今天这字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急什么？我说了签就一定签，但既然分家，总得分清楚。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财产都是我儿子的，1分钱你都别想拿走。自签自起，冯承宗继承工厂及所有资产，同时承担工厂及家庭所有债务，与冯书义再无瓜葛。加！只要你滚蛋，加什么都行，反正工厂现在日进斗金，能有什么债？你同意就好。哥，你真以为自己协议时不抢到的是个聚宝盆？你什么意思？那不过是个负债累累的空壳。祝你们全家抱着这个定时炸弹，万劫不复！死丫头，你疯了吧？说这种鬼话想吓唬谁呢？爸，也就你还记得给我留点东西。书义啊，既然你拿了缝纫机，就赶紧走吧，别杵在这儿败坏咱们冯家的风水。你那屋子晦气，明天你哥还要带翠玲回来量房，得连夜砸了重新装修呢。老公，这房子以后就是咱们的了。那死丫头和你爹一个穷样，都拿个破烂当宝呢，真是笑死我了。这大半夜淋着雨推个破缝纫机，听说是被亲妈亲哥赶出家门了，2000万的产业全落儿子口袋里喽，真够惨的。要怪啊，就怪他自己是个赔钱货，这就是命，争也没用。不对劲，这么沉的实心铁座，里面怎么会有机关弹簧的声音？爸爸是8级老钳工，这台缝纫机里
一定藏着东西。丰城宗、沈素琴，为了2000万的家业，你们把我当垃圾扫地出门。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爸留给我的这堆破铜烂铁还藏着东西。明明是从这里传出的声音，一定有东西，一定有。这是爸以前做钳工时最擅长的暗格。爸居然在15年前就用我的名字注册了，这张卡难道就是爸以前提过的只有拥有绝对审计权的人才能持有的祥云卡？这张卡里是什么，能让爸藏得这么深？注意，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说明你已经被你妈和你哥赶出家门了。爸对不起你，这辈子重男轻女，让你受了委屈。现在的冯氏就是个随时会破产清算的空壳，谁接手，谁就得背着背不完的债。这是爸给你哥设的局，你拿着股份和印章走远。爸，你救救我！我一时糊涂，把工厂那2000万的流动资金拿去地下赌场填坑了，现在全输光了。高利贷说今晚拿不到配用金凭账就要砍我的手啊！求求你把4张给我吧！你这个孽障！那是工厂的救命钱，你居然拿去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你就该进去蹲大牢！老东西！你把钱留着干什么？留给冯书义那个赔钱货吗？都不关你的事儿！你这个畜生，放开我！我是冯家唯一的根，你宁愿把钱给那个死丫头，也不救你亲儿子！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拔了你的氧气管，让你今天就归西？你畜生！我没有你这个。原来爸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冯承宗，你为了那点钱就这么看着爸断气？老头子终于走了，以后冯氏集团我说了算。王庆祥团这2个即将上线，庆祝工厂即将上市，今晚全场由冯公子买单。恭喜冯总接掌大权，冯氏终于要腾飞了！老爷子早该退位让贤了，别让他监察的公子大气，冯公子大气，今晚这黑桃 A 绝了！干杯！庆祝咱们冯家彻底摆脱那个半死不活的老东西。从今天起，老子就是冯氏集团名正言顺的董事长。喝，都给老子放开了喝！谢谢老公的香槟。妈说了，以后整个冯家都是咱们的。终于把那个垃圾赶走了。那是爸攒了一辈子的钱，准备留给我的嫁妆。你们喝的顶级香槟，戴的无价珠宝，全是他老人家的血肉，全是我在工厂5年熬出来的骨血。真以为把他老人家气死，把我净身出户赶出门，你们就能高枕无忧，当你们的豪门大少了？债务免询协议不是白签的，那2000万银行贷款就是送你们下地狱的头期款。但以我对你冯承宗的了解，你这种赌鬼怎么可能只欠这2000万？冯承宗，你以为注销了我的管理员权限我就查不出来吗？你这个草包根本不懂，这套财务系统的底层逻辑是我写的。
只要我想，这扇大门永远对我敞开。既然你喜欢挥霍，那我就把你这些年埋下的雷通。难怪爸会被你气死，还这么着急赶走我。为了填外面输掉的3000万，你竟敢瞒着所有人，把厂房3条核心生产线押给了彪哥。9出13归。冯承宗，这种吃人不吐头的借法你也敢签？银行2000万，彪哥3200万。冯承宗，你这败家的本事，倒是没人能比得上。李叔，明早老地方，我要见你。好。爸，你让我拿着股份和印章走得远远的，别被这些垃圾拖进深渊。但我做不到。既然这群贪婪的野兽把您的血肉当成盛宴，那我就亲自下一盘大棋。减，都给老子减！老子现在是冯氏集团真正的董事长，以后全盛宁的人都要管老子叫冯爷。真没出息，程宗，还是你有本事。我当初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是能干大事的，不像那个冯书义，成天在厂里危言耸听，说什么厂子快不行了。我看他就是想把你吓坏，好自己独吞家产。姐夫，老公，小兵可是自家人，财务部那种地方，以前那帮老家伙都是冯书义带出来的，谁知道他们背地里是不是还听那个女人的话？这工厂姓冯，我才是冯家唯一的根。他冯书义一个丫头片子，管了几年账，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可不是嘛，那几个老会计背地里还敢嘀咕，说你不如冯书义懂行。我不如他。好，明天我就让他们全都滚蛋。小兵，明天你带着你的人进财务室，所有账目全部推倒重来，老子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冯氏真正的主人。书义，都乱了，厂里全乱了套。李叔，不急，慢慢说。冯承宗那个畜生，他带着蒋翠玲在车间里吆五喝六，说以后厂子他说了算。他不仅要查账，还要把我们这帮老骨干全扫地出门，换他老婆那个表弟当财务总监。他甚至还放话给全行业的猎头，说咱们偷原料、带头闹事儿。书义，他这是要彻底断了大家的活路啊！李叔，擦擦雨，他要查账，让他查；他要封杀，随他去。随他去！书义，咱们冯氏20年的名声，就眼睁睁看着断送在那个草包手里啊！冯氏不会断送，但他已经破产。李叔，听好，明天交接之前，把财务室主服务器里所有银行贷款的原始凭证和抵押底条全部封存到3号保险柜暗格。至于系统里的账目，我会给他制造一份假盈利报表。你这是故意让他以为厂子还在赚钱，可厂子现在都是靠你和银行的贷款在撑。你以为他赶你们走换蒋小兵上是为什么？为了查账？不，因为我爸申请的那笔2000万的银行贷马上就到期了，他现在需要一份漂亮的盈利报表去骗银行续贷，所以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作案现场给他备好，让他亲手把经济诈骗的罪证坐实。诱敌深入，让他自己把自己送进去。明白了，我这就回去安排，保证给他伺候到位。冯承宗，这只是第一步棋。你以为你是在靠假账瞒天过海，其实你是在一步步爬上我为你搭好的绞刑架。可是淑仪，大伙儿一下子没了生计，我是真怕有人扛不住。李叔，替我转告叔叔们一句话：从前我爸怎么保住大家的范围，往后我就怎么护着你们。有我在一天，冯氏工厂的根就断不了。有您这句话，我们这帮老骨头值了。冯承宗、沈素萍，5000万的惊天巨雷，我倒要看看你们这群蠢货怎么扛。棋局已开，好戏才刚开场。哟，
这不是以前的冯总监吗？哦，不对，现在该叫冯小姐。怎么还没被撵够？这一大早的又跑回来找不痛快？让开，我来拿办公桌里的私人物品，顺便做最会后的财务交接。冯总交代过了，你这种白眼狼和狗不得入内。再敢往前一步，我这警棍可不长眼。万一磕着你这张脸，哥几个只能晚上陪你了。他怎么还敢回来？冯董刚走，厂里就闹成这样，他这个时候露面不是找骂吗？唉，冯董那么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这冯氏以后，怕是真完了。我说，让开。哟，冯书记，净身出户的丧家犬还有脸回来？想回来给老子磕头讨口饭吃？都看看，这就是咱们冯家大小姐，被扫地出门了，还厚着脸皮往回跑。冯承宗，这辆车落地280万，如果你不想让我现在就打电话实名举报你挪用公款，就把你的嘴闭上。你少在这血口喷人，老子是董事长，花自己的钱轮得到你管？这钱是谁的，你心里比我清楚。你这么个花法，是打算带着沈素琴一起进去陪你？哟，这不是咱们的前任大总监吗？小兵，脚收一收，给人让个道，免得人家说咱们连丧家犬进门都不给路。姐，跟他讲什么礼貌？冯书记，你那堆破烂文件我全塞门后垃圾桶里了，想要自己翻去。蒋小兵，冯承宗没告诉你，这套财务系统的2级密码是动态加密的，没有我的授权密，你连明天的工资发放流程都点不进去。你少唬我，老子会计大专毕业，什么破系统搞不定？会计大专，我看你是会计造假大专。这笔3000万的抵押款，你竟然敢挂在其他应收款里，这种账目结构，随便一个有经验的审计都能看出问题。你觉得他们会看不出这笔钱有问题？承宗，承宗，你快来！这死丫头在这胡说八道呢！冯书记，关你什么事儿？密码交出来，拿上你的破烂，赶紧滚！这间工厂是爸一辈子的心血，爸说过，这里就是咱们冯家的根。现在他人没了，厂子要是也垮了，他在底下都不会闭眼。你把我赶出门也好，净身出户也罢，这都过去了。但银行过几天来核查续贷，如果发现账上这摊烂摊子，冯氏就彻底完了。我还以为这丫头骨头有多硬呢，闹了半天还不是舍不得老头子那点基业。女人啊，心软，成不了大事。果然是女人，到底就是舍不得这破厂子。既然你愿意替我收拾烂摊子，那正好，银行续贷一下来，我就把厂子抵押卖掉，到时候再把你踹出去也不迟。看在爸的份上，我给你这个机会。小兵，让开。冯承宗，你以为我还会给你当垫脚石？银行这个陷阱是你主动往里跳的，我都会亲手堵死你的每一条路。你欠爸的、欠我的，全部要还回来。冯书记，你打的这串英文到底是什么？我怎么看着像在删系统文件？这是底层数据托词，要骗过银行的核查，就得把抵押记录的代码层伪装常规的坏账准备。看不懂就去倒杯水，别挡光。也就是承孙心善，还愿意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最好快点，我下午还约了李太太他们去打高尔夫呢，别耽误了我们傅太太的圈子社交。行了，既然你舍不得爸的这点心血，愿意低头干活，我就给你这个脸。只要你把账做得漂漂亮亮，帮我把续贷拿下来，这几百块钱你先拿去买身干净衣服。事成了，哥再赏你2万，够你回乡下过大半辈子了。2万，哥还真是大方。希望银行的钱到账后，你还能笑得这么开心。居然真把赌博和非法转账的文件大摇大胆地存在本地硬盘里。冯承宗，你这种智商能活到现在，真是冯家祖坟冒青烟了。证据到手了，所有的计划可以实施了。承宗啊，妈托人给你买的上等雪燕。哎，书毅也在。哎呦，你看你来也不说一声，妈好提前准备准备呀。你虽然不在厂里干了，但妈哪能看着你受苦？妈托人给你寻了门，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亲事。好亲事儿，就是城南引河城的王老板啊，人家可是身价过亿的大老板。他说了，只要你肯嫁过去，他马上给咱们冯氏注资2000万当聘礼，到时候你哥的厂子就能直接上市，你也是阔太太了，这可是双赢的天大好事儿啊！那个快60，喝酒后打跑3个老婆的王秃子，沈素琴，你这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你
纪大点怎么了？年纪大知道疼人。你一个女孩子家的，迟早得嫁人，你拿什么嫌弃人家王老板？就是，冯书义，你过去乖乖听话，把那2000万聘礼给冯家拿回来，也算报答爸这些年养你的恩情。2000万聘礼正好给我，表哥那边天天催命似的，这笔钱一到手，先还他一半，堵住他的嘴，剩下的1000万还能再撑一阵子。书义啊，嫂子也是女人，说句贴心话，就你这个年纪，这副穷酸样，哪个正经大老板能看上你？王老板不嫌弃你，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嫁过去当阔太太，还能帮衬娘家，多好的事儿，你可别不识抬举。就是，我姐说的对，冯书义，你一个女的，这辈子不就图嫁个好人家吗？王老板那条件，多少女人挤破头都抢不着，你还端上了。书义啊，妈真是为你好，嫁过去你有了好归宿，你哥和厂子也能越来越好。你爸在天上看着呢，他也会感激你的，你就当替他老人家还愿，行不行？冯书义，今天我把话撂这儿，你要是还认自己是冯家的人，就老老实实嫁过去；要是不认也行，这厂子你也别来了，到时候厂子垮了，你就是冯家的罪人，我看你怎么跟死去的爸交代。所以，在你们眼里，我唯一价值就是被你们卖掉换钱。什么卖不卖的，多难听！妈这是给你找归宿。王老板虽然年纪大了点儿，可人家愿意出2000万聘礼，这是多大的福气！冯书义，你真可笑，竟然还对这个所谓的母亲抱有幻想。你以为她是重男轻女，其实在她眼里，你只是一个能论斤卖的货物。这福气我消受不起，这件事我不会同意的。你们趁早死了这条心。冯书义，这可由不得你！冯书义，你一个迟早要嫁人的赔钱货，能给你哥换回2000万的投资，就是你这辈子唯一的价值。别给脸不要脸！既然这么想要那2000万，你自己嫁过去就行了。拿什么拿？这厂子里的东西你没资格带走。打得好！认不清身份的贱骨头，你怎么不和你爸一起死啊？闭嘴！你不配提我爸。沈素琴，我竟然想过放你一马，是我太蠢了。公司，还有你一直视为私有物的老宅，我会全部拿回来，你一样都别想留。账，我已经替你平了。祝你接下来的审计核查顺利过关，以后我们再无关系。哟，还断亲？你算什么东西？滚！以后冯家没你这号人！老公，那死丫头走得这么干脆，后续银行续贷的核查，她不会偷偷捣鬼吧？捣鬼，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翠玲啊，你就放100个心吧，我只要招招手，掉2滴眼泪，他还得乖乖滚回来给咱们冯家当牛做马。妈说的对，一个女人家到头来还不是得求着咱们男人的鼻息过日子。冯承宗，你以为今天是翻身的起点？不，这是我复仇的第1步。我找信贷部的刘经理，我有关于冯氏工厂抵押贷款的重大财务造假证据要提交。冯小姐，如果这份证据属实，冯承洲先生就涉嫌提供虚假财报骗贷。更严重的是，作为拥有30%股权的大股东，你没有在抵押协议上签字，这笔贷款就是违规的。没错，我没有签字。这笔2000万的放款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刘经理，我要求贵行立刻启动异议核查，即刻冻结放款程序。如果你现在放款，这笔2000万的呆账，刘经理你恐怕得负刑事责任。财务，立刻停掉冯氏工厂的所有贷款审批程序。
刘经理，怎么样？钱什么时候到账？我工厂可还等着续贷款生产呢。冯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收到10名举报，已涉及重大股权纠纷和虚假报账，放款程序暂时重置，我们需要进行为期1周的详细核查。什么？怎么会是虚假报告？谁举报的？是不是冯书义那个贱人？请你们离开。你上当了，冯书义，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老子要弄死你！冯承宗，喜欢吗？这是我为你亲自准备的惊喜。冯总，跑车挺帅啊！听说今天去银行拿钱了，钱呢？兄弟们，这3000万的本金加利息，你打算拖到什么时候？彪哥，出了点意外，贷款那边临时出了岔子，您再宽限几天，我肯定亲自给您送过去。再宽限？冯承东，你是不是觉得老子脾气太好了？别打我，跟我没关系，钱是我姐夫花的。3天后要是还见不到钱，老子不仅要搬空你厂里的机器，还要把你那2只爪子剁下来喂狗，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彪哥，我一定弄到钱，一定。书义，彪哥这帮人是真敢下死手的。冯承宗被逼到这个份上，肯定会四处疯借钱。他还没疯够。老李，你现在就去联系那几个工厂的老债主，让他们今晚也上门，再找个生面孔，把这个名片不经意透给蒋小兵，给他指条路。冯承宗狗急跳墙的时候，谁递刀子你都敢接。可你不知道，那把刀2头都是刃，等你攥紧的那一刻，手心就烂了。3000万，承宗，你跟妈说实话，什么时候欠了彪哥这么多钱？他怎么敢把你打成这样？行了，别问了。妈，您现在心疼他的脸有什么用？彪哥说了，见不到钱他就拿走工厂了，那可是2000万，要是没了，我立马跟你儿子离婚。离！你就知道钱！我现在上哪儿变钱来？哥姐，别吵了，有救了。我打听过了，这位坤爷是盛京有名的财神爷，专做大宗资金过桥，不看征信，只看抵押。最关键的是，他跟彪哥不对付，只要咱们求到他门下，彪爷绝不敢再上门闹事。坤爷，久仰大名，我想跟您借1000万周转一下，利息好商量。冯老弟，别紧张，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年轻人创业不容易，难免遇到点沟沟坎坎。来，先喝茶。坤爷，您真是通情达理，我这也是被银行那帮势利眼给坑了。现在的银行确实不像话，咱们做生意的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你要1000万，没问题。哎呀，坤爷，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手续费20%，这个是行业规矩，我就不收你别的杂费了。1个月还清，利率嘛，咱们按最低的来。签，我现在就签，只要能拿到钱，平了彪哥那边的账，坤爷您就是我亲爹。冯老弟，爽快！明天下午钱会准时到账，祝你工厂大吉，步步高升啊！冯承宗，你还真不让我失望，给根杆子你就敢上爬。只是这钱拿得容易，还起来可就难了。姐夫，到账了！坤爷那是真阔绰，1000万现金说给就给。好，这1000万一到，看谁还敢在老子背后指指点点。老公，你可真行。不过我就是不明白，咱家现在窟窿这么大，为啥不直接跟坤爷借3000万？你懂个屁！直接拿3000万去还债，老子手里还能剩几个子儿？哎呀，
还是老公深谋远虑。那咱们那辆保时捷的尾款够了，顺便把你昨天看中那条项链也拿了，先给彪哥送200万过去当安心费，剩下的钱全存进我的私人账户。这1000万先亮出去，让银行那帮人看看，我冯承宗不仅没垮，还发了财。姐夫，老李那帮人被开了之后一直在闹遣散费，你脑子进水了？那帮老东西也配跟老子要钱？遣散费1分没有。书毅，全让你说中了。冯承宗拿了钱，不仅没还债，还把大伙的遣散费全扣了。意料之中，他这种人只看得到眼前的利益，却无视底下的危险。李叔，这是我自己的积蓄，你带回去分给大家，让叔叔们先安心过日子。还是你记挂着我们，你爸有你这个好女儿值了。就是这厂子，周律师，冯小姐，新公司书毅资本的各项手续已经全部合规入库，福利条款高于原厂1倍。新公司连合同都准备好了。李叔，放心，工厂的根断不了。你现在带周律师去跟大家见个面，把合同签了。冯承宗，尽情透支吧。当坤爷的债，彪哥的刀，和你那点可怜的虚荣心撞在一起时，我要你死无全尸。承宗啊，妈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金佛，这带出去，那些老邻居还不得嫉妒死？妈，买，只要您喜欢，买个纯金的观音都没问题。老公，我那条项链呢？你说好要给我的。刷卡，这3样全包起来。冯总真是大手笔，冯夫人和少奶奶真有福气。瞧瞧，这才是过日子。我那个死女儿冯书毅，成天说工厂要垮，我看他就是见不得他哥发财，想守着那几根破铜烂铁过一辈子。现在好了，咱们离了那个扫把星，反倒发了大财了。妈，书毅现在估计正蹲在路边吃泡面呢。等会儿咱们去吃那家8000块一位的日料，发个朋友圈让他看看，什么叫云泥之别。姐夫，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咱们账面上那5000万的亏空，还有那3条抵押给彪哥的生产线，明天银行核查组要是真进了车间，咱们不就全露馅了吗？蒋小兵，你瞧你那点出息，有成功在你怕什么？喝茶？蒋小兵，你以为老子这段时间在外面跑是在喝西北风吗？姐夫，你的意思是，明天银行的人根本不会来工厂。刘经理，看看，这是我从工厂那儿调来的现款。冯书毅那个贱人举报我是因为没分到家产，这300万够不够证明我的还款能力？刘经理，大家都是朋友，明天的实地核查，我看就没必要大动干戈了吧？随便签个字，2000万下午到账，咱们皆大欢喜。冯董，既然现金流没问题，那些举报信自然就是废纸。核查嘛，我直接出个合格报告就行。听见了吗？刘经理已经被我喂饱了，明天咱们直接去银行签字领钱。老公真厉害，等钱一到手，咱们先去把那套临江别墅的定金交了。搬，明天就搬。等老老有了钱，就把冯书毅住的那片蓬蓬墩全买下来，盖成厕所，一辈子在坑窝里待着。爸，明天一过，冯承洲就会失去一切。冯家，我终于要干干净净的拿回来了。这场复仇马上就要成功了。冯小姐，盛地银行那边出事儿了，刘经理刚刚撤销了对冯氏工厂的实地核查。不仅如此，他还额外增加了1000万的额度，明天上午就举行3000万的贷款签约仪式。冯承宗肯定是拿着从坤爷那儿借来的高利贷，
去银行伪造了现金流，顺便买通了刘经理，真蠢。本来欠债还不上，顶多只是个民事纠纷，现在他为了搞钱，虚构资产去骗取银行3000万贷款，这就直接变成金融诈骗的刑事案件。可是冯小姐，冯氏工厂在业内的声誉一直不错，再加上刘经理在银行内部全盘接应，要是明天这3000万真让他们拿到手，他们很可能就真的凭这笔钱把所有窟窿堵上，彻底翻身了。他翻不了。真没想到，我这个蠢哥哥临死前还能再蹦跶一下。也好，我就喜欢在他自以为最幸福的时候，给他重重一击。哟，这不是放着王老板2000万阔太太不当，非要装清高的冯大小姐吗？怎么，离了咱们冯家，饭都吃不上了，跑银行来求着借小额贷款了？翠玲啊，跟这种丧门相废什么话？程总一会儿就过来跟刘经理办那3000万的签约仪式了，这就叫本事。等这笔大钱一到账，咱们就是圣经有头有脸的豪门，到时候看他还拿什么跟咱们横。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警告你，今天是我们冯家的大日子，你现在就算跪下来求我给你生活费，我也不会认你这个扫把星。那3000万连张纸都还没落下，你们的豪门梦倒是做得挺套，全套。沈苏琴，我来办我的业务，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办业务？就你这穷酸样，全身上下加起来有200块吗？跑 VIP 大厅来办业务？经理，大堂经理呢？这位女士，我们 VIP 大厅的验资门槛是50万起步。如果您只是来蹭空调或者办理基础任务，请去外面大厅排队，不要打扰我们尊贵的 VIP 客户。听见没有？50万，把你卖了都凑不够这笔钱，赶紧滚出去，别连累我们冯家跟着你被人看笑话。一口一个豪门，一口一个 VIP， 你们不过是一群站在炸药桶上炫耀火把的蠢货。趁着现在还能笑，多拍几张照片吧。过了今天，你们可能连买个塑料袋的钱都没有。贱骨头，死到临头还敢咒我们冯家！啊！断了，放手！管好你的爪子，再有下次，我帮你剁干净。冯书义，你竟然还敢跑到这儿来！我警告你，冯氏工厂的资产评估完全合规，贷款审批程序没有任何问题。你那点举报材料全是捕风捉影，再敢胡闹，我就以诬陷罪起诉你。刘经理，程序合规，那冯承邹账上凭空3000万的亏空是凭空出现的吗？还是说你收了不该收的东西，已经帮他圆过去了？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保安，把这个疯女人抓起来！喂，程总啊，妈就在银行呢，刘经理亲自出来接咱们了。那个死丫头正被我收拾。妈，别管那个贱人了，快救命啊！出大事了！程总，怎么了？你别吓妈呀！银行突然停了我们的转账权限，公账被冻结了。什么？表哥放话了，明天中午12点前拿不出500万利息和压榨金，就先剁我2只手。妈，快救我！我不想变残废啊！印章，爸的那个私人备用印章在哪儿？刘经理之前说过了，只要有那个印章证明老头子还有一笔应急金做保，贷款就能强行冲过去。妈，你快找冯书义，老头子死前肯定把印章给他了。书义啊，妈求求你了，妈给你磕头了，你哥要是残了，冯家就绝后了啊！只要你把印章拿出来救救你哥，我让你回来当董事长行不行？求求你救救他呀！冯承宗的债，让他自己拿命去填。至于那个印章，他确实在我这儿，但你碰都别想碰。这闺女心肠也太狠了吧！
亲妈都下跪磕头了，他怎么无动于衷啊？为了点钱，连亲哥的死活都不顾，真不是个东西。妈，你现在这副样子真贱。我是你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你把我赶进暴雨里的时候，我嫁给家暴男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你是我妈？你们逼我签放弃继承协议的时候，写得清清楚楚，债务归冯承宗。现在雷爆了，你想拉我垫背，别做梦。舒逸，那是你亲哥呀，只要你肯救他，你要什么妈都给你。晚了，就算你跪死在这儿，我也不会眨一下眼。刘经理，现在还要赶我走吗？还是说你打算陪这位一块儿跪着？这是祥云至尊黑卡？不可能，这种卡全球不到100张，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刘经理，我这张卡可是拥有对盛京银行所有支行违规业务的终极审计权限。你说，如果副行长看到你那些私人转账记录的时候，你猜他会是什么表情？冯小姐，非常抱歉，下级分行监管不力，让您受惊了。刘金发，你涉嫌违规撤销核查，收受巨额贿赂，即刻停职，移交司法机关。另外，冯承峰名下800万现金质押涉嫌洗钱，已全额依法冻结。完了，全完了。喂，经侦大分队吗？我是冯氏工厂前财务总监冯书义，实名举报现任法人冯承蒙涉嫌伪造财报、骗取贷款、非法集资。证据、底单、录像已全部发送至你们邮箱，请立即查验。冯承宗，你个没种的缩头乌龟，给老子滚出来！他妈胆子够肥啊！拖着老子的钱不还，还敢拿一堆报废设备做假账抵押来糊弄我！他妈当老子是开废品站的？彪哥，这孙子缩在里面装死呢，要不一把火把这破车点了，看他出不出来？急什么？冯董事长现在可是名人，得让大伙都瞧瞧这位大老板的怂样。看看，这就是咱们那位天天开会吹牛说要带工厂上市的冯大董事长。平时扣我们绩效，骂我们是寄生虫的时候，那威风劲儿哪儿去了？呸！狗屁董事长！财务部的人都说了，他把厂里的救命钱全拿去地下赌场输光了，下个月的工资都没着落。这种败家子就该被人活活打死！家人们快看，红色宝鞋变红油漆罐子了，这就是冯大董事长的下场。冯总，经侦大队那边已经立案了，冯承宗蹦不了多久了。这才到哪儿啊？冯承宗，5000万的连环雷才炸了第1颗而已。我们就在大门口守着，我看这损子能躲到什么时候。兄弟们，去后门堵着，别让这只耗子钻了地缝。书义，亲妹妹，你在这儿太好了。有事站着说，别用你的脏手碰我，这身衣服你赔不起。妹，哥错了，哥不是人，哥被猪油蒙了心，我不该为了那2000万让你净身出户，我是畜生。删够了没有？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救救哥吧，彪哥放了话，明天中午12点前拿不出1000万，他们就砍我的手机脚筋，他们真敢杀人啊！1000万？你那窟窿加起来5000万都不止，彪哥凭什么相信你能还？他不信，所以他先要利息，1000万只是利息和扎拉金，本金后面再算。利息就要1000万？冯承宗，你当初签字画押押的时候，是觉得这钱不用还，还是觉得爸会从棺材里爬起来替你填？你那5000万的窟窿，把你大卸8块论斤卖了，都不够还个零头。不，你有办法，你是顶级的注册会计师，那些账你比谁都熟。你帮哥做一份假账，把窟窿免平，再把你手里那枚爸的私章拿出来，只要账面干净，章也到位，新的银行贷款就能下来。叔爷，只要你帮我过了这一关，工厂分你一半，不，一大半都给你。分我一半？冯承宗，你可真大方。冯承宗，把你负债5000万，马上就要被法院强制破产清算的烂摊子分我一半，你让我去替你做假账顶雷坐牢？你这算盘打的
连阎王爷都听见了。是的，只要账面做平了，只要拿到新投资的钱，咱们就能套现跑路。你是不是被高利贷吓失忆了？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最后这行你自己按了血手印的字，自签自起，冯承洲继承工厂及所有资产，同时承担工厂及家庭所有债务，与冯书义再无瓜葛。你早就知道，你早就查出了工厂在银行有贷款，背着2000万的负债，你故意在协议上加这句话，你是在社区坑我！坑你？那天在灵堂，字是你和妈逼我签的，工厂是你像恶狗抢屎一样抢着要的，我还好心提醒过你，吃肉的时候小心骨头有毒。怎么，现在毒发身亡了，想起来怪我了？你这个心思歹毒的贱人，老子掐死你！啊！放开我！省省力气吧，冯董事长，工厂被查封已经是定局了。不过，我想起妈还留着那套老宅，那地段不错，只要能在那之前脱手，或许让你还个头利，保住你这2条腿。老宅，对，还有老宅。妈，卖房，赶紧把这老房子卖了！我打听了，这片马上要拆迁，现在出手能拿6000万现款。卖房？这是你爸留下的根儿啊！卖了咱们住哪儿？住大街上吗？不卖房我就死定了！彪哥的人现在就蹲在巷子口。妈，你是要这破房子，还是要你儿子的命？姐夫，要不咱们再去找坤爷借一笔，先把彪哥的账平了，回头再想办法。还找坤爷？你他妈嫌我死得不够快是不是？再借一笔，你是想让我下辈子都还不清？哎呦，疼死我了！翠玲，你怎么了？哪儿疼啊？我这几个月那个一直没来，我偷偷买了试纸测了，结果呢？2道杠。妈，我怀上了，是成蒸的骨肉。怀上了，我有孙子了！老天爷开眼啊！我有儿子了！妈，这老宅更要卖了！姐，你可真是咱家的大功臣啊！这孩子来的太是时候了。妈，这孩子是冯家的长孙，是爸在天上保佑来的。可您我们现在的情况，您难道要让冯家长孙一出生就负债吗？翠玲，别哭啊，对身子不好。妈，卖了这老宅吧，拿了钱咱们远走高飞，去南方买套像样的房子，让您孙子一落地就住好地方。您不是最疼程遭吗？他要是被彪哥砍了手脚，这孩子生下来就没爹了。好，卖！为了我孙子，这破房子我不要了，卖！冯承宗审诉头，你们就尽情演这出戏吧。等你们签完合同、数完定金，以为终于能逃出去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这栋老宅早在5年前就已经是我的，那场面一定很精彩。啊，翠玲这胎怀的真是时候，这叫什么？这就叫天不绝我冯承宗。等明天中介把卖房的500万定金一打过来，咱们立刻买机票直飞三亚。对，咱们去南方买套海景别墅，请3、4个保姆，让我的大孙子一出生就当小少爷。至于工厂那帮穷鬼，管他们去死！要工资，让他们找阎王爷要去吧。500万可不够咱们花一辈子的。上次去银行，刘经理可是透了底，死老头子竟然偷偷留了30%的干股在冯书义那个贱丫头手里，那可都是钱啊！咱们得想办法拿回来。别提那个偏心眼的死老鬼，心都偏到狗肚子里去了。程宗才是咱们冯家的根，他倒好，背着咱们给一个赔钱货留这么多股份。就是，那冯书义算什么东西？凭啥拿3成股份？姐夫，咱可不能便宜了他。妈，你生什么气？等咱们在三亚安顿好了，我有的是阴招，把那死丫头手里的股份全敲出来。海景别墅，大孙子，冯董，你这梦做的可真够美的，老子在巷子口都听见你在放屁了。彪哥，
老子给你的3天期限到了，3000万的本金加上200万的利息，今天少一个子儿，我拿你这身真丝睡袍当你的寿衣。彪哥，别动手，我有办法。这老宅地段好，市值6000万，卖了它，连本带利全还您。老太太，你儿子欠我3200万，你跟我说房子留给孙子的，行啊，那你替他还。我没钱，但这房子谁都不能动。书意，对不起，是哥混蛋。妈以前错了，妈给你跪下了。书意，你哥快断气儿了，他临死前就想见你一面，求你原谅他，不然他死都闭不上眼了。你说什么？在哪儿？我马上回家。我的好妹妹，你还真是兄妹情深啊！这么明显的套路，你竟然真的信了？看来你的腿恢复得很快。冯大小姐，你确实有种，可惜现在的你只是一个用来屏障的货物。彪哥，别打，等一下，我们现在没钱，但我们有人。哦，我小姑子冯书意，那可是顶级白领，城南种化城的王老板，您知道吧？王老板一直惦记着他，之前就说过，只要把人给他送过去，愿意出2000万。只要把他骗过来送给王总，2000万直接到账现金。听见了吗？2000万！冯书意，你身为冯家的女儿，唯一的价值就是拿你这副皮囊把老子欠的债给填平了。这是你的命，也是你的义务。书意，别怪妈狠心，你哥是冯家的独苗，要是他残了，冯家就绝后了。为了冯家，别说让你去陪王老板，就算让你去死，你也得受着，就当是报答我对你的生养之恩了。既然人都到了，那我就不客气了。书意啊，2000万支票我已经准备好了，今晚你就乖乖跟我走吧。来，让老公看看你这冷冰冰的脸，到了床上还能硬多久？王大海，我等这一刻很久了。臭婊子，你敢打我！彪哥，给我废了他！王大海，想带我走，你还是先看看这份名单，再看你带不带得动。你怎么会有这些？西郊土方工程，5年内非法挪用公款4000万，伪造增值税发票。只要我一个电话，金针支队现在就能让你所有的账户变死账，到时候你恐怕连买副棺材的钱都没有。冯承宗，你个生儿子没屁眼的玩意儿，敢拿这尊活阎王来坑我！撤，快撤！你是故意来的。冯小姐，这明显是个坑。冯承宗那种人不可能有那种悔意，你现在进去就是羊入虎口。我知道，不过既然他们想玩，我就去添最后一把火。冯董，你这货很有能耐啊！现在财神爷跑了，我这2000万的本金和利息，你打算拿什么填？彪哥，抓他！他手里有祥云黑卡，老头子临死前把所有私房钱全给他了，只要绑了他，要多少钱都有。对，彪哥，这死丫头不顾他哥死活，他就是个冷血的杀人犯。你砍他的手，用他的手指头去刷卡。啊！你本来就是冯家的牺牲品，把卡交出来。沈女士，你刚才在电话里求我回来见最后一面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冯承宗，为了钱卖亲妹妹，这就是你以为傲的冯家继承人形式？彪哥，你是要求财，但这卡是全球实名，没有我本人的面部识别，你拿到手也只是一张废塑料。而且
我只要在老宅出一丁点事，我的律师和背后的人就会立刻接管一切。你觉得，为了这2000万赔上整个帮派，划算吗？妈的！老子出来混这么多年，还没被女人威胁过。老子今天先敲碎了这姓冯的脑袋，再慢慢撬开你的嘴。坤爷，您怎么会在这儿？坤爷，您来的正好，只要你帮我摆平彪哥，那1000万我一定还您。冯董，刘经理在里面为了立功把什么都交代了，拿老子的钱去填你那个破产的坑，现在坑塌了，你还有钱吗？那1000万的本金加上你违约造成的500万利滚滚，一共1500万。今天我要么见到钱，要么见到你这颗脑袋。坤爷，这小子还欠我3000万本金和200万利息，加起来3200万，我们也是要吃饭的。阿彪，在这圣经，你敢跟我抢10尺？不敢，全凭坤爷做主。冯小姐，多亏你前天送来的那份财务透格图，不然我这只老狐狸还真差点被这个蠢货的空壳工厂给套进去了。坤爷客气了，既然是合作，我自然不能看您被这种人拖下水。你们认识？冯书义，你竟然联合外人算计你亲哥！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你是不是就盼着我们死，你好独吞这老宅？沈女士，你们还是先操心一下那几千万的债怎么还吧。我有钱，我还得上。这套冯家老宅刚下了拆迁文件，地皮少说值6000万。6000万，那是拆迁后的价。我现在只要钱。3天后，我要是见不到1500万，阿彪，这个废物就交给你处理了。明白，坤哥，一定办得干净。6000万，程总，咱们得卖房，赶紧联系买家。只要卖了房，咱们还了债，还能剩下1000多万。咱们去南方，咱们能翻身。这房子是爸留下的，房主的名字恐怕没那么容易改。你闭嘴！这房主是我是冯家唯一的男丁，一个出嫁的女儿，想都别想分1分钱。妈，快找那种给钱快的买家，哪怕价格压低点，只要能拿到现金，咱们立马就走，绝不能给这贱人留任何机会。那你们就试试看，看看这间价值6000万的老宅，最后到底是你们的救命钱，还是埋葬你们的坟墓？书义，你名下那家新公司的财报我看了，短短几个月净利润翻了4倍。你还是这么厉害。当初要不是你帮我做资产重组，截断那笔坏账，我现在怕是早就破产了。坤爷客气了，你帮我演好这出戏，我保你明年的项目顺利落地，大家各取所需罢了。戏已经到高潮了，冯承洲现在背着2座大山，彪哥那3200万到期了，我这1500万利滚利也到了最后期限，你很快就能如愿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你随时可以拿房产证让法警把他们轰出去，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让我去逼他们卖房？直接轰走，太便宜他们了。那间老宅是冯家最后的根，也是他们眼里最后一块肥肉。当他们被逼到绝路，手里又攥着那本自以为是真的房产证，你觉得他们会干什么？他们会铤而走险，瞒着所有债权人私下卖房，为了还债，更为了剩下那1000多万的差价。没错，只要他们敢签那份变卖合同，敢收那笔定金，性质就彻底变了。这不再是家庭纠纷，而是数额特别巨大的刑事合同诈骗。我要的不是他们流落街头，我要他们在那间铁窗里，用余生去还欠我爸的每一分债。杀人先诛心，毁人先断路。书义，论这种对人性的精准打击，圣经没人是你的对手。冯总，每看一次这些底档，
我都佩服老董事长的深谋远虑。5年前他查出冯承宗挪用200万公款去赌博，就知道这个儿子彻底烂透了。所以老董事长秘密委托我，以提前传承的名义，把这套价值6000万的老产权干干净净过户到了您名下。爸当年费尽心思做这个局的时候，沈素琴正守在书房门外，盘算着怎么把冯家扒皮抽筋吧。没错，老董事长太了解沈女士了，知道她为了冯承洲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所以特意找人做了一本足以乱真的假房产证，故意让她偷走。沈素琴把那本废纸当命根子守了5年，她以为自己握着冯家的命脉，却不知道那是爸亲手给他留的一张通往地狱的门票。只要他们安分守己，这辈子都能住在里面。可冯承宗偏偏选了最贪的那条路。冯总，鱼饵下好了，我安排的那位买家陈老板已经在黑市放了话，6000万全款收老宅，只要敢签字，500万现金定金，当场结清。周律师，只要沈素琴和冯晨窗签了字，拿走这500万，罪名是不是就定死了？板上钉钉，合同诈借5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10年起步，再加上冯成沟之前的骗贷、职务侵占，数罪并罚，他这辈子别想出来。别想出来，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亲眼看着引以为傲的权势、金钱，还有所谓的冯家长孙身份，全部化为灰烬。坤爷这个老畜生，断水吞电，这是要把我们活活困死在这儿。彪哥的人也是畜生，天天在门口放哀乐，我晚上闭眼都是那声音。水，妈还要水吗？我嗓子要冒烟了。儿啊，最后半杯铁寿水都给你了，妈现在连唾沫都咽不下去了。蒋翠玲，你居然藏了水，快给你男人喝一口，他快渴死了！离我远点，这水是给我肚子里冯家长孙留的。冯承忠现在就是个废人，给他喝了能憋出钱来还债吗？你这丧门星，没了他哪来的孩子？把水给我！别碰我！冯家都要倒了，你还做你的太后梦呢？这房子要是卖不掉，咱们全得饿死在这儿。卖房？今天那几个中介一看房产证全跑了，谁敢买这种产权不明的烂摊子？那是你爸亲手给我的证，怎么就是产权不明了？肯定是冯淑玉那个贱人动了手脚。姐夫，有救了，我找着买家了。谁敢接这房子？一个外省来的陈老板，专门搞纠纷房开发的。人家说了，只要地段好，产权模糊点，他能找关系平掉。他出多少钱？500万。人家陈老板说了，只要咱们点头，他马上带着合同和现金过来，就在这老宅当面签。带着现金来？500万现金当场给？对，不走账，直接现钞。陈老板现在就在附近等着呢。那证？管他什么证，只要能换500万，他就是真证。妈，把印章拿出来。小包，现在就让陈老板带着钱过来。姐夫，陈老板我豁出命给你们请进来了，外边坤爷的人围得铁桶一样，我塞了2条烟才把人带进来。冯总，陈老太，要不是小兵兄弟嘴皮子利索，我绝不趟这浑水。外面这阵仗，你们惹了活阎王啊！陈老板，废话少说，500万定金带来了吗？那是下午的价，现在这宅子就是个雷，我顶着被坤爷砍手的风险来收，定金只能给100万，剩下300万明天中午过户完再打。不同意，我拎箱子走人。别走，陈老板，卖100万也卖，你还愣着干嘛？有100万现金，咱们今晚就能打点出去逃命，留在这儿等死吗？字可以签，但丑话说前头。这房产证确定是真的吧？我这钱给出去，明天要是冒出个真房主，我可是要见血的。放100个心，这房子是我家老头子留给我的，房产证就在我这儿，我就是唯一户主，谁也别想抢走。痛快！明天中午12点，房管局见。钱，老子有钱了！
不用死了。冯小姐，字儿签了。那老太太为了抢这箱子钱，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是唯一户主。人在溺水的时候，就算是跟带稻子的铁丝也会死死抓住。那一家子正围着钱发疯呢，估计已经开始做逃到外地的梦了。接下来怎么做？梦做得越美，摔下来才越疼。哟，这不是冯家老太太吗？听说你们家程宗把工厂都输给高利贷了，这是准备卷铺盖回乡下种田呀？嘿，你个穷算命，少在这嚼舌根！圣经这水太浅，养不下我儿子这条真龙。我们这是准备去三崖住海景别墅，我儿媳妇肚子里还怀着冯家的长孙呢。跟这些一辈子买不起房的穷鬼废什么话？陈老板的人呢？赶紧把尾款结了过户，下午的飞机还等着呢。陈老太太，字儿我都签好了，只要你把那本房产证原件交到我手里，剩下这300万现金的箱子，您直接拎走。妈，给我，快把证给他！哥，拿一本假证去骗人家400万，你就不怕这只手伸得出去，收不回来？冯书义，你带警察来干什么？这房子是我妈的，我们合法买卖，关你屁事！你个扫把星！这房产证是你爸临死前亲手给我的，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各位街坊看清楚了，这套老宅的产权早在5年前就由老董事长通过法定程序无偿赠与了冯书义女士。房管局的档案里写的明明白白，沈素琴女士，你手里那本是老董事长当年找人做的假证，就是为了防你们变卖家产。不可能，这刚硬，这封皮，怎么可能是假的？老头子不会这么对我的。怎么不可能？爸早就看穿了你们贪得无厌的本性，他知道一旦工厂出事，你们第一件事就是卖掉祖宅填窟窿。他把真正给我，就是为了防你们这群家贼。冯承宗，你明知身上背着坤爷和彪哥的债，还敢怂恿沈素琴拿假证骗定金。昨晚那100万，加上今天这300万尾款，400万合同诈骗，够你把牢底坐穿了。拿假证骗钱，这冯家老大不仅是个败家子儿，还是个诈钱犯啊！放屁！是你这个毒妇串通贾律师伪造房产证！大家评评理呀！她是我亲妹妹，为了独吞咱们冯家的家产，把亲哥哥逼上绝路，现在还找假警察来抓我，这天下还有王法吗？老天爷没眼啊！我肚子里还怀着冯家的骨肉，这毒蛇一样的女人就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她真是要逼我们一尸两命！我不活了！我生了个白眼狼啊！我辛辛苦苦把她养大，她现在拿着冯家的钱在外面吃香喝辣，却要把亲妈和亲哥逼死在街头啊！我不活了！你个不孝女！这姑娘穿得光鲜亮丽的，亲妈跪在地上哭成那样，她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心也太不是嘛！好歹是亲妈，再怎么不对也不能把人往死里逼呀！这一家人闹成这样，当女儿的肯定也有问题。沈苏明，从小到大，冯承宗吃肉我喝汤，冯承宗穿新衣我捡旧货，你什么时候当我是你女儿了？各位街坊，你们真以为他是被我逼上绝路的？看看这些，这是他过去几年在澳门赌场的转账记录，还有做假账转移资产的底单。他背着所有人，把厂里工人的社保和救命钱全掏空了，硬生生搞出5000万的亏空。为了补窟窿，他拿厂里的生产线抵押给坤爷，借高利贷去行贿银行的刘金管。现在东窗事发，高利贷还不上了，他不想着去自首，反而拉着你们在这里演苦情戏，想拿着骗来的400万定金逃到国外去吃喝嫖赌。你说我毒？冯承宗，你花着工人们的血汗钱在赌场里挥霍之后，你怎么不觉得毒？畜生！难怪厂里停发了半年的工资，连老张看病的钱都报销不出来，原来全被你拿去赌了！你连老董事长的脸都丢尽了。那是我冯家的厂，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老头子死了，这厂子就该我做主。冯承宗，你竟然还有脸提拔？你觉得你做的事没有人知道吗？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你是多么的畜生！
接通电源，放录像。你个孽障！那是工厂的救命钱，你居然拿去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你就该进去蹲大牢！老东西，你把钱留着干什么？留给冯书义那个赔钱货吗？都不关你的事儿，你这个畜生，放开我！我是冯家唯一的根，你宁愿把钱给那个死丫头，也不救你亲儿子！信不信我现在就拔了你的氧气管，让你今天就归西？你畜生！我没有你这个。原来爸是被你活活气死，这简直是连猪狗都不如的畜生！竟然为了钱活活气死亲生老子，你怎么不去死？难怪老头子要把房子过户给闺女。林居野，把房子留给这种杀人犯，老头子死都不瞑目！嘿，杀人犯，人渣！老头子，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连套房子都不给我留，你这是要逼我去死啊！我给你生儿育女，伺候你一辈子，你个老绝犊啊！狠心？妈，你居然有脸说爸狠心！我问你，为了哥结婚要2000万彩礼，你拿孝道压我的时候，你狠不狠心？在灵台上逼我把我净身出户的时候，你狠不狠心？我哥为了还高利贷赌债，把我爸活活气死的时候，你们这对母子狠不狠心？你们不是心心念念要那座金山一样的工厂吗？现在工厂你们拿到了，债务也全是你们，恭喜你们梦想成真。这全是假的！冯书义，你为了独吞家产，竟然合成这种视频来污蔑我！老头子是突发心脏病死的，是医生亲自诊断的，根本不关我的事儿。对，是 AI 合成的。现在 AI 技术多厉害，程中平时连重话都不敢大声说，他不会做这种事的。冯书一，你找个假视频就想坏你哥的名声？沈素琴，你口口声声说他不敢说重话，那你看看视频里，他踢走药瓶的时候，犹豫过1秒钟吗？老头子！警察同志，冯成生涉嫌职务侵占、挪用公款以及400万的合同诈骗案。虽然医生当年出具的死亡证明是突发心梗，直接定性故意杀人，存在法律争议，但他遗弃重病生父、加速死亡的事实板上钉钉，请你们依法处置。全部带走！冯书义，你算计我！你早就拿到录像了，你故意留到现在才放，你好毒啊！我毒？风承宗，如果我不等到今天，等到你把所有的底线都踩碎，等到你沾沾自喜，以为能拿着400万远走高飞的时候，你怎么能体会到从云端跌进地狱的滋味？这女人简直是个魔鬼！冯承宗这次死定了，这是故意杀人啊！我绝不能跟着他陪葬。等一下！哎呦，书义啊，我的好妹妹，嫂子第一见你就知道你是个干大事的，整个冯家就你最有出息。这老宅既然是你的名字，那就没事了。我们可是一家人啊，何必要让警察来处理呢？是啊，书义，都是一家人，没必要让你哥哥坐牢。一家人？蒋翠玲，你是不是玻尿酸打多了，脑子也打萎缩了，记性不太好？书义，你这说的什么？书义啊，千错万错都是你哥的错。嫂子是真的不知道他当年干了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啊，但他毕竟是你亲哥，咱们都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啊！你看在嫂子肚子里这个冯家长孙的份上，你就别计较了。大人有罪，孩子是无辜的呀！对对对，书义，翠玲怀的可是咱们冯家的独苗，
你总不能让你侄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没有家啊！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一家人，冯家骨肉。蒋翠玲，你真以为你那点见不得光的伎俩能瞒天过海吗？难道他知道了什么？不行，我得把锅甩在他身上。大家快来看看啊！冯书义疯了，他不仅要害死亲哥，还要害自己的亲侄子。冯书义，就算你哥有罪，可我肚子里的可是冯家的亲骨肉，是爸唯一的亲孙子，你就不怕爸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吗？书义，你怎么做这种事儿呢？冯书义，你动我儿子一下试试，他要是出个好歹，你就是杀人凶手，你就是绝了冯家的后。是他对的我。冯家的根，亲孙子。蒋翠玲，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各位街坊邻居，大家看清楚，这是蒋翠玲5年前在省医院的病历。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蒋翠玲因双侧支腕管重度粘连，子宫内膜严重受损，早在5年前就被判定为终身不孕。你现在肚子里装的到底是冯家的种，还是你塞的棉花？不，这是你伪造的，你胡说！终生不孕，不能下蛋的鸡，你个骗子，你个毒妇！你居然拿我冯家的香火来骗我卖房！啊！滚开！你个老疯子！你们冯家全家都是杀人犯，老娘凭什么跟着你们受罪？没了，房子没了，钱没了，连儿子也是假的，全是假的！蒋小军，戏都落幕了，你拎着那100万的诈骗赃款，打算逃去哪？放开我！这钱是陈老板给我的中介费，是我姐夫给我的辛苦钱。冯书义，你已经把我姐夫害得要坐牢了，你连这点活命钱都要抢吗？小军，拿钱走，带着钱去给我找全盛京最好的律师。找律师救你。冯承宗，你在老宅断水断线这2天脑子也坏了，你还指望他救你？你什么意思啊？实名举报你职务侵占、挪用公司资产，并主动把你的海外账户密钥和洗钱证据交给警察，就是你这位平时带在身边吃喝嫖对的好小舅子蒋小军。小军，你出卖我！我那是大义灭亲。警察同志说了，提供重大经济犯罪线索不仅能宽大处理，还有悬赏奖金。你反正是个死局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那钱留着也是充公，不如成全我。小军，你姐骗老子怀孕，你骗老子的钱，老子弄死你！别打了！同志，如您所见，我是这套房产唯一的合法主人。麻烦你们把这些污染我院子的闲杂人等全部给我清扫出去。冯书义，我不会放过你的！哎呦，这地儿脏了，得好好洗洗，别让什么杀人犯、诈骗犯的晦气给沾上。你个老不死的，泼什么泼？看清楚了，老子是取保候手，警察局已经撤案了。那份合同诈骗的主谋是蒋小军，是他偷了章，瞒着我们去签的字儿。听见没有？警察都说了，我们也是受害者，钱都是蒋小军那畜生一个人拿走的，我们冯家行得正坐得直。呸！蒋小龙是你们家养的狗，没你们点头他敢卖房。你们3个人嘴严，把脏水全泼给那个进局子的，法律能放过你？老天爷能饶了你？连老宅都被冯书义收回去了，你们现在就是几条丧家犬，还搁这装什么大爷？快看啊，冯家的金孙飞了！昨天还喊着一尸2命，今天怎么怀里的棉花团就被拆了？
拿假怀孕骗房子，这种下三滥的损招，也就你们这种绝户人家想得出来。我的房子啊，老头子留给我房子啊！淑仪那个丧尽天良的贱人，怎么敢把亲妈亲哥往死路上逼呀？哭什么哭？还嫌不够丢人吗？赶紧走！冯承宗，咱们到底去哪儿？我身上1分钱都没了，难道真要去睡天桥？南边城中村有个废弃的地下室，以前厂里没拆迁的时候留下的。彪哥和坤爷的人还在外面堵，咱们现在只能在那儿猫着。地下室，那种地方又潮又臭，老娘以前是住大平层的，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不去就给老子滚！要不是你识趣推蒋小军顶包，老子老早把你扔了。冯总，市局那边刚传来的消息，冯承认他们3个取保候审被放出来了。 3个人统一口径，把罪名全推给蒋小军了。没错，他们在审讯室里死咬着说对公司的亏空和诈骗定金完全不知情，一口咬定是蒋小兵仗着财务总监的身份偷拿公章签的字转移的资产，他们也是被蒙在鼓里的受害者。蒋小兵一个人面对3个人的指控，百口莫辩。警方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指控冯承宗是主谋，只能先给他们办理取保候审。这冯承洲为了自己脱身，对自己老婆的亲弟弟下手，竟然也这么绝！绝？他这叫物尽其用。你真以为他半年前不顾所有人反对，把一个连账本都看不懂的混混提拔成财务总监，是为了提携小舅子？他从半年前开始掏空公司转移资产的时候，就已经给江飞挖好了坑，把他当成今天的替死鬼了。冯承洲这个人自私贪婪到了骨子里，他就像下水道里的蟑螂，就算被切了脑袋，仅凭着那点肮脏的本能，也能在烂泥里再苟活几天。不过，蟑螂终究只是蟑螂，我只要抬抬脚，照样能把它攀成一滩烂泥。他们现在躲到哪儿去了？城中村南边，一个早年废弃的地下室里，坤爷和彪哥的人已经在街上放了话，只要看到冯承宗，直接打断手脚。他们现在连头都不敢露。妈的，那帮收废品的简直是吸血鬼！老子去垃圾堆里刨了1天，才给了我3块钱。给我，冯承宗，你给我！我已经2天2夜没进一滴水了，你想饿死我啊！滚开！你个丧门星！老子在外面干苦力，不吃饱拿什么翻身？你天天躺这个死人洞里，浪费什么粮食？承宗，给妈掰一口吧，妈这心口疼得像火烧，胃里直冒酸水，妈快不行了。你个老不死的东西还想吃？要不是你个废物没用，连本镇房产证都守不住，老娘至于说他在这个老鼠洞里等死吗？你早点饿死，我们还能多活2天。你个生不出蛋的绝户毒妇，你敢打婆婆？要不是你装假孕骗老娘去签那个诈骗合同，老娘怎么会被冯淑仪赶出来？是你毁了冯家！冯承宗，你个自私自利的畜生，老娘弄死你！都他妈给老子闭嘴！再吵，老子现在就砸碎你的脑袋！明天半夜，我去冯氏工厂后头的废品堆积场摸点废铁卖，只要搞到一点本钱，老子就能重新站起来。等老子翻了身，第一个就去弄死冯淑仪那个贱人！这不是老头子以前当钳工时候用的蒙具箱吗？冯淑仪那个死丫头，居然连老头子的遗物都当废铁扔了！高效低温等离子新能源核心专利草案，冯氏专有，老头子的印章，跨国财团的意向签名。哈哈哈哈！专利，新能源专利，老头子当年在科研所居然藏了这种宝贝，难怪他不让我管工厂的账，原来是在偷偷搞这个。有了这个核心图纸，老子随便找个风投机构
起码能融到1个亿。冯书义，你这个不识货的蠢货，你把100亿家产当垃圾扔了，老子要翻身啦！冯总，鱼咬钩了，他果然认得老董事长的工具箱。那份所谓的专利，前3页确实是爸当年的一些手稿。但在核心算法的部分，我已经让海外的技术团队植入了逻辑炸弹，只要他敢用，不出3天，他们整个技术系统都会陷入瘫痪。这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座能改变世界的金矿，但只要懂行的人深入推演，就会发现它是个永远无法闭环的死胡同。冯承宗根本不懂技术，他只会看到上面标注的预估产值100亿。那咱们接下来怎么收网？戏可以开场了，告诉我们的人，把环球投资者晚宴的入场门槛给我提高到10万现金。我倒要看看，在100亿财富的诱惑下，他冯承洲能把身边的人榨干到什么地步。听见没有？我刚才用公共电话打给蓝天创投的内部人打听了，明晚在盛京国际酒店有一场专门针对新能源的环球投资者晚宴。只要我拿着这份图纸进场，那些外国资本家会排着队给我送钱。真的假的？那咱们赶紧去啊，把这破纸卖了，先给我买几吨好的。人家那是顶级晚宴，入场券的保证金加上门槛费，整整10万块现金。10万，我的老天爷，把咱们3个卖了也凑不齐10万啊！咱们现在连10块钱都掏不出来。妈，你不是一直说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陈总，你想干什么？妈真的没钱了。没钱，但你有命啊！我打听过了，黑市里一个健康的肾脏，当场结清10万现金。妈，你已经快60了，留着2个肾也是浪费。只要你割1个肾给我，等我明晚融到10个亿，我给你买一整套金别墅，雇100个人伺候你。儿啊，妈求求你了，妈真的不能没有肾啊！妈，你就帮帮我吧。陈总，你要妈去卖肾，那你就不能为我想想吗？妈这把老骨头死在手术台上怎么办？坐牢！那你是想看着我去死吗？彪哥的人明天就要来要债了，翻不了身就会被他们砍成肉泥。妈，程宗说的对啊。陈总，是要我死，还是要你的1个肾？割个肾又死不了人，您不是最疼您这个宝贝儿子吗？现在正是您表现母爱的时候。陈总，我造的什么孽？我去妈去卖，只要能救你妈的命，给你都行。大疼，陈总，我还那么疼啊！你让他们停下，我不卖了，我不卖了。别管他了，动作快点！钱准备好没有？9万。老太婆岁数大了，器官质量不好，扣1万事故费。说好的10万，少1万我怎么买出场卡？哎，不要，不要我把肾塞回那堆烂肉里去。 9万就9万，剩下的1万，老子有办法搞定。哟，这可是以前冯氏工厂的董事长夫人啊！怎么，跑咱们这破厂子来接客了？1000块钱包夜，干不干？ 程总，你个死人啊！你看着他们欺负我，你不管！你叫什么叫？今晚不把那1万块钱的缺口给我凑齐，老子连入场券的押金都交不上！你平时不是挺能勾搭的？ 给老子好好干！程总，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
听见没？你男人都发话了，走去房间好好伺候哥哥。等过了明晚，等老子拿到了100亿的投资，女人、老妈，老子想要多少有多少。冯书义，你给我等着！赵叔，您千万留步！我是程宗啊，老冯家的独苗。您看，这杯酒我必须敬您。我爸经常说，当年您在车间同吃同住的情分，这些事儿我冯程宗这辈子都刻在骨子里。程宗啊，听说你最近折腾得不轻，工厂那边闹得满城风雨。你爸走的时候，我也没能赶上。老冯一辈子爱惜名声，你这副样子，我实在是不忍心看。赵叔，您不知道真相啊！我爸是被冯书义那个白眼狼给害死的。他勾结外人，卷走了厂里的流动资金，还伪造证据让经侦查封了我的家产。我今天求爷爷告奶奶的凑够这入场费，不是为了别的，我是要保住我爸最后的心血啊！冯总，既然都落魄到这个程度了，今天这新能源专利分享会，你难不成是来兜售你父亲的劳保鞋的？王总，您这话就偏激了。我爸冯建国是什么人？老钱宫里的状元。他晚年躲在实验室里3年没下楼，研发的是足以颠覆整个能源行业的高效低温等离子核心专利。等离子，老冯当年确实跟我提过这个方向，但他不是说技术还不成熟吗？所以我说，这就是天命。赵叔，王总，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信可以，但我爸的人品全圣经谁敢质疑？我今天不求施舍，我只要5000万赎回那3条德国生产线。这技术一旦投产，明年咱们工厂就能上市。如果你爸真的留了这手，那这5000万确实只是个零头。但这东西，你确定没人知道？除了我这个冯家长子，那个野种冯书义连实验室的大门都进不去。赵叔，您就拉侄子这一把，就当是全了跟我爸的老兄弟情分，成吗？行，冲着老冯的名头，这钱我老赵帮你筹。各位，我知道最近有很多关于我冯程宗的流言蜚语，但我不在乎。狮子从来不会因为犬吠而回头。大家看大屏幕，这就是我父亲冯建国耗时10年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馈赠。冯建国就是当年带着3个徒弟拿下德国设备国产化项目的那个老冯。这专利草案看着确实像他的风格，那些手稿上的标注，外行根本画不出来。冯总，既然技这么先进，为什么不申请专利保护，反而要在这个非公开晚宴上融资？好问题，因为我那个好妹妹，她正拿着假合同在法院起诉我。我必须在资产被冻结前抢先完成技术的产业化。我宁愿把利润让给在座的各位长辈老友，也不愿意让这项国宝级的技术死在繁琐的行政生皮里。5000万，只要5000万，明天冯氏工厂的机器就能重新转起来。各位，我跟冯建国40年的交情，他的为人我担保，虽然年轻犯过错，但他流的是老冯的血，老冯的决心出不了错。这意向书我老赵带头签了，我也跟进2000万。冯总，咱们签了字，今晚钱就能到账。爸，你看到了吗？冯家没有倒，我冯程宗才是你唯一的接班人。签了字，拿了钱，老子明早就能坐上飞去大洋彼岸的头等舱。沈素梅那个老太婆的肾，蒋翠林那个臭婊子的自尊，总算没白卖。冯书义，你给我等着，等老子在国外安顿好了，我要让你这辈子都活在噩梦里。冯程宗，你这种连死人都要再压榨一遍的畜生，也配谈接班这2个字？冯书义，你个贱人！
你居然敢来这里捣乱，你疯了吗？推着一台破烂一台废铁来这种地方，保安死哪儿去了？快把这个疯女人和她的垃圾给我扔出去！冯承宗，你在害怕什么？你以为你做的那些龌龊事没人知道吗？书意，你这是干什么？你哥虽然混蛋，但这等离子专利确实是你爸的手迹，这关系到冯家工厂能不能活下去的大事，你不能因为个人恩怨就把你爸最后一星定点的火种给掐灭了啊！赵叔，您是长辈，我敬您重情重义，但我爸真正想留给你，从来不是什么百亿技术，而是做人的风骨。赵总，大家看好了，这份所谓的百亿专利，其实是我爸5年前为了辅导我物理作业，特意写的一段关于永动机的荒诞谬论。他当时是为了逗我开心，告诉我科学不仅要钻研，更要懂得识破骗局。你胡说！这上面有爸的印章，有他的公式，公式是完美的。公式当然是真的，但它的前提假设是被你冯承宗恶意篡改过的。这份草案深入推演下去，唯一的产出就是爆炸。你为了骗赵叔和王总的5000万，去填你那高利贷的坑洞，你竟然拿这种自杀式的废纸来当宝贝！其实，爸真正留给我的，是冯承宗这5年来每一笔敲骨吸肺、丧尽天良的罪证。赵叔、王总，看看吧。3年前，冯承宗为了在澳门填补赌债，挪用了全厂300名员工的退休统筹金，共计420万。2年前，他为了吃喝玩乐，虚报了3台进口设备的采买费，从中非法侵占了580万。就在父亲还在重症监护室插管的时候，他私刻了公章，把工厂最核心的3条生产线和所有老员工的公积金全部抵押给了高利贷。这上面每一笔坏账后面都有我爸亲笔批注的2个字：畜生。爸当年是忍着怎样的心痛，在这台缝纫机边一笔一笔核对着你给这个家带来的毁灭。你竟然连咱们老伙计的棺材本都敢动！老冯这辈子最看重名声，你这是要他在地下死不瞑目啊！冯承宗，你个骗子，你个渣子，你这种人连进监狱都是在弄脏大牢的地板。那是伪造的，是冯书义自己写的。我要杀了你！我杀了你！我们的野种！我要杀了你！你这个吃里扒外的野种！我要弄死你！冯成林，你是不是以为把蒋小军推出去顶罪，自己就能洗干净了？你以为警察是吃干饭的，会查不到你在海外账户里藏的那3000万，会查不到你亲手签字的那些抵押合同？警察同志，我没有，我是冯氏集团董事长，我是白衣父王，是那个贱人害我。书义，你跟警察解释一下，我是你亲哥，我是你亲哥呀！亲哥，冯承宗，你拔掉爸氧气管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来你是我亲哥？你把妈推到手术台上卖肾的时候，怎么没提你是我亲哥？你把我骗进老宅，准备卖给王大海抵债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来你是我亲哥？冯书义，你狠！你连亲妈和亲哥都不放过，你不得好死！我要化成厉鬼来找你索命！冯书义，你狠！
第一个进去了，您在那头看见了吗？震惊头条：冯氏工厂法人冯承宗因涉嫌特大合同诈骗罪，在投融资晚宴现场被警方当场抓获。其宣称的100亿核心技术经专家鉴定，完全不具备商业价值。他能拿回100亿，他是董事长。翠玲，你快去警察局。程宗被抓了，你是他老婆，你得救他呀！救他？我拿命去救！冯承宗现在就是个死局，你自己看看窗外，彪哥的人就在巷子口转悠。妈求你了，你肯定还有钱，你去求冯书义，让他撤诉。你是不冯家的媳妇儿。冯家都要绝后了。就剩这么点儿，你卖肾的钱呢？那钱不能动，那是留给程宗的，那是命根子。钱，我的钱，江翠玲，你不能好死！要死也是你先死。冯氏工厂已经改姓冯书义了，你那个宝贝儿子也快看了。沈素琴，你就烂在这个老鼠洞里，去给老头子谢罪吧。报应，老呆子，真的是报应。冯老太太，别在这儿装死，你儿子在里面吃牢饭，他在外面欠老子的3000万本金，还有200万利息，你打算怎么还？表哥，求求您，陈宗被抓了，我真的没钱了。我为了救他，连肾都卖了一个，剩下那2000块也被蒋翠玲那个萨门森抢走了。你儿子拿300万空头支票糊弄我的时候，就该想到有今天。既然没钱，那你剩下那个腰子，老子也替你收了抵债。不要了，表哥，我求求您了，我这把老骨头真的经不起折腾了，我求求您了。经不起折腾？你卖女儿害老头子的时候，怎么不觉得折腾？带走！冯书义，凭什么？凭什么我落到睡地下室接客的下场，你却能坐在办公室里当你的大老板？老宅是你的，也是你的，工厂也是你的，连我这辈子拼了命想要的富贵也全是你的。冯承宗进去了，沈素清也快死了，我也彻底毁了。冯书义，既然我活不了，你也别想好过。老板，拿一把最锋利的剔骨刀。冯书义，你不让我活，那就一起死吧。冯总，法院那边的判决下来了。冯承元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蒋小军作为从犯，判了8年。该！这种人渣，无期都算便宜他了。老董事长在天有灵，也该瞑目了。工厂那边的工资补发完了吗？按照您的吩咐，老员工的安置费和遣散费已经全部发放完毕了。全都发完了。
老弟兄们拿到钱，不少人当场就哭了，都说还是书义记挂着大家。谢谢。李书义，你跟大伙儿说，这不是我记挂谁，这是爸欠大家的，我替他还。冯总，还有一件事，彪哥那边传来消息，沈素琴被他的人从黑诊所带走了，据说剩下那颗肾也保不住了。他选的路，自己走到黑，怪不了谁。还有蒋翠玲，她从沈素琴那里抢了几千块钱之后，人就消失了。警方那边已经在通缉她，但暂时没有消息。那女人疯疯癫癫的，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他翻不起什么呢？冯书义，都是你害的，冯书义，我本来可以当阔太太，住大别墅，戴珍珠项链，全被你毁了。你抢了我的工厂，抢了我的房子，抢了我的一切。你的一切？你那一切是从谁手里抢来的？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我不管，我只知道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沈素琴那个老不死的也快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也别想活！住手！住手！蒋翠玲，你说我毁了你的一切，可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谓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是偷来的？我没办法，我没有退路。你有过退路，每一次你选择骗人的时候，每一次你选择害人的时候，你都有一条退路。冯书义，你赢了。淑仪，你没事吧？这疯女人差点就……没事，一把刀捅不破天。走吧，明天还要开工。爸，今天蒋翠玲拿着刀来找我，她说我毁了她的一切。我没有告诉她，她戴过的那串珍珠项链是您亲手磨的，她住过的那间老宅是您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她挥霍过的那些钱是您一辈子攒下来的，她偷走的那些东西从来都不属于她，属于我的我全部拿回来了，不属于我的我一样不要。爸，您可以安心了。冯书仪，你还敢来见我？蒋翠玲呢？他是不是带着钱去给我找全盛京最好的律师了？我告诉你，那个永动机专利就算被你说是假的，我也能找到懂行的人翻案。等老子出去，省省力气吧。你什么意思？我今天来是好心送你最后3件礼。第一，你指望的老婆蒋翠玲昨晚拿着剔骨刀在地下车库伏击我，现在已经因为故意杀人未遂和合同诈骗关在你隔壁的女子监区了。不可能，他答应过我要救我。第二，沈女士为了让你体面的进晚宴，卖掉的那颗肾引发了严重感染。彪哥的人嫌他碍事，把他扔在了老宅门口。他现在每天跪在石狮子下面要饭，指望他那个董事长儿子去接他。钱呢？爸留下的那些暗钱呢？
你明明在那台破缝纫机里找到了账本，肯定还有藏钱的地方，你独吞了，对不对？这就到了我送你的第3件礼。爸确实在海外留了一笔足以让你还清所有高利贷的应急金，但这笔钱的提取凭证，它藏在了你小时候最宝贝的那件东西里。我小时候最宝贝的东西。你5岁那年，爸亲手给你做了一个铁皮火车，你走到哪儿都抱着，睡觉都不撒手。爸说，那是他送给你的第1件礼物，也是他们父子之间最干净的回忆。铁皮火车，那辆火车，我早就扔了。对，你扔了。你15岁那年嫌它土，把它丢进了垃圾堆，是爸偷偷捡回来，擦干净，一直锁在他的柜子里。他在信托协议里写明了，提取凭证就封在那辆火车的夹层里。可你亲手把那辆火车砸了。砸了！上个月，你冲进爸的书房翻找印章，看到那辆火车一脚踩碎，踢到了一旁。爸，你救救我！啊！那辆火车里有钱，我亲手砸了，是我亲手砸的！啊！爸把生路留在了你们最干净的回忆里，是你自己亲手砸碎了它。带走，把他送去医务室。铁皮火车，红色的，3个轮子。爸，你藏哪儿了？大董事长还没做完发财梦呢，赶紧去把尿池舔干净，不然今晚让你连泔水都没得喝。小点声，我爸在给我修火车呢。他说那里面有大宝贝，够我花1辈子的。你们这群穷鬼，谁也抢不走！这疯子没救了。我想起来了，我都想起来了。天天在这找什么火车？爸，他会跑吗？会跑。程总，爸把它做成了实心的，中间有个夹层。你要记住了，只要你不把它砸了，这火车就能保你一辈子不摔跟头。这车轴要是歪了，做人就歪了。你要护着它，明白吗？爸，我砸了，我亲手砸了，那里面全是钱啊，全是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好丧啊！给你脸了是不是？哈哈哈！冯书记，你赢了！妈成了要饭的，翠玲进了耗子，我也成了瘸子。还有，爸肯定还藏了别的。同志，让我见见程宗吧。你谁呀？我是他亲妈，我刚卖了肾给他凑钱，他得知道啊，他拿了那笔钱就能出来了，对不对？沈素琴，我最后说一次，冯承宗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谁也不见。那笔钱涉嫌经济犯罪，已经被全部查封了。你赶紧去医院，你的伤口都臭了。查封了。
肾，我的钱。冯总，沈女士的感染很严重，如果不管，她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要不要？舒一，你救救妈！你哥疯了，他肯定是被吓着的。你现在是大老板了，你动动手指头就能救他出来，对不对？你看，妈为了冯家连肾都卖了，妈知道错了，妈以后再也不问你要钱了。只要你把你哥救出来，妈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妈，到现在这一刻，你求我，还是为了冯承宗，让医生把他的伤口处理好，其余的不必再管，让他自生自灭。承宗要当董事长了，2000万彩礼，妈给你攒着呢。等会儿豪车就来接我了。这老疯子怎么还没死？天天守在这儿做白日梦。你儿子拔了你老伴的管，判了无期，你还指望他开豪车？晦气！你还在这儿？舒一，是你是妈的亲闺女啊！快带妈进去，这外头冷死我了。妈知道错了，妈当初是糊涂了。你现在当了大老板，你有钱，你给妈治伤，妈以后一定疼你。妈天天给你做红烧肉，再也不让你吃馊饭了。做饭就不必了，我怕吃了你做的饭会吐血。拿上这200块和车票，滚回老家，永远别再踏进这座城市一步，也别再让我看见你，否则下次你连这200块都拿不到。报应啊！这是我的报应啊！冯总，监狱那边刚来的消息，冯承正现在彻底疯了，见人就喊铁皮火车。沈素琴在火车上把钱弄丢了，人现在蹲在火车站广场上讨饭，嘴里念叨着您和冯承正的名字。冯总，不看看吗？不需要，有些垃圾就该永远待在垃圾桶。冯书义，爸都走了，你装什么孝女？爸尸骨未寒，你一个赔钱货，迟早要嫁人。那台旧缝纫机留给你，算是你的念想，正好当彩礼了。你一个外人，没子。打得好！冯氏集团，我说了算。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爸留给我的这堆破铜烂铁，还藏着东西。认不清身份的贱骨头，你怎么不和你爸一起死啊？注销了我的管理员权限，我就查不出来吗？你早就知道。都是一家人，一定要让。彭书义，你狠！要
要不要？爸，工厂保住了，老宅回来了，工人的工资和社保一分不少全补上了。您那串珍珠我也带上了，您可以安心了。